盡量不要去打工，能辭職就抓緊辭職。我說的這個辭職跟你們想象的不一樣，實在不行你就一邊打工一邊找一個靠譜的產品去賣，也比你在這死上班要強得多。只要你開始學會了去賣東西，你就會快速的進入到這個社會的最真實的模式。你會發現以前的社会对你來說就是一個 NPC。 我創業到現在近8年的時間，我是撞了無數次的南牆之後，我才能發現就是這個道理，就是能辭職就辭職，千萬不要打工。那為什麼說不建議去打工呢？你想一想打工的本質是什麼？打工的本質是把你的时间、体力、精力全部打包统一給了一個價位，然後給了老闆。那麼在這整套的體系裡邊，你就是一顆被保護起來的螺絲釘保護的很嚴密，你都出不去你在這個過程當中不需要知道產品怎麼去賣，你不用懂得這個客戶為什麼會離去，為什麼會拒絕你，你只需要在你那個对吧一張紙上呢寫一個 PPT寫一個日報周報就可以了。那麼打工給你最大的一個毒藥是什么？打工给你最大的一個毒藥就是給了你一個非常穩定的確定性這個就叫做到了月，到了那個日子，我就給你主動的打入你的銀行賬戶裡面一筆雷打不動的死工資。大家都認為這是一種安全感，對不對？其實這就是虛假的安全感，它會讓你一點一點的廢掉。就廢掉什麼呢？廢掉你會感知這個真實世界的一個能力。等你到了35歲、40歲，咔嚓被優化了，被扔回了社會之後，這個時候你才會發現，你內耗的永遠是你自己，因為你看不懂這個世界了，你不知道這個社會到底是怎麼運轉的，你看不懂因為之前你是一個被保護好的螺絲釘對吧？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這個市場的模式呢？就是這個市場的交易，它不認你有多麼高的頭銜，你是主管也好，你是高管也好，無所謂，他只認你能不能把這個產品給我賣出去，交到客戶手裡，給我換來價值，對吧？那很多人可能跟我說你說的很簡單，我怕失敗我不敢辭職我没有本金我賠了怎麼辦？你給我兜底嘛。我跟你講正因為你是害怕如此，所以說我才跟你講，你實在不行你就一邊上着班一邊去找一個產品去賣嘛，賣東西。這個很簡單，保留你自己原本的這個基礎的工資，讓你在沒有業績賣不出去的時候，哪怕1個月一單不賣你也不用慌我有的吃就可以了，对吧？但是呢你比方說你把下班刷短视頻的時間你不要去刷了，你就拿出東西來去賣。你那麼賣什麼呢就是你感覺你自己不錯的產品，比方說這是一款果汁，对吧？那这款果汁不錯，我覺得自己不錯，我就推薦出去，我把這個東西推薦給我身邊的朋友，我敢去推薦就可以了，就做這一點。我之前直播間有一個連麥的50多歲一個大姐，我相信大家都聽說過這個大姐呢55歲吧，她之前是在上班的，然後她一邊上班一邊在這個抖音上做這個自媒體短視頻，然後賣這個五金工具。說句實在話，拍的就是一坨粑粑，非常的就是你看上去之後就非常的拉垮。但正是這樣一個拉垮的視頻，他現在年齡大了，退休了，他這個短視頻的收入賣的這個五金的工具完全可以覆蓋掉他之前1年的工資。你說他會嗎？他不會。你说他精進嗎？他也不精進。他專業嗎？他更不專業。他啥都不会。他發那個短視頻真的你都沒眼看，就是這樣一個沒眼看的短視頻，掛上車一發就是1萬條1萬條短視頻就堆量他不管好不好就大力出奇蹟，就到現在就是他的結果就是也是越做越明白，從之前什麼都不懂到現在呢，什麼視頻轉换好，什麼视頻好出單，你跟他講專業的他不知道，什麼視頻好出單一說他就知道，就靠這個1年不多，1年的利潤大概在5萬到6萬左右，不是很高就對於他這個歲數來說，我認為一邊上班對吧，一邊去做個這種事就很好你問他專業術語他什麼都不懂，真的什麼都不懂，他就是做的時間長了，他把這個事情摸透了，這個流量摸透了這個規則，他現在專業的不懂，但是選品他會，什麼品好出單，什麼品在什麼時候有流量他都知道，他知道這個品成交給誰，需要拍什麼樣的樣式，他這個都知道所以說各位你能理解吧？那為什麼說就是賣東西能夠讓一個人快速的去成長呢？
因为你要直面的面对这个人性，你要懂人性才能把这个东西做成交卖得出去啊，对吧？你会接受被人嘲笑，被人嘲讽，被人诋毁，哎，你这个人怎么变了味儿了，怎么有股臭味了，对吧？让一个陌生人可以直接的给你转账，那么你可以连地址都不核对，完事之后你又被放鸽子了，对吧？然后呢，被別人对比價格，被同行搶了成交單。我希望各位能理解我講的這個意思啊，就是當你這個玻璃心碎了一地了之後，然後又重新我拾起來，我給它再粘上，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你的玻璃心前面放了一個防彈背心啊，刀槍不入。就這種鍛鍊哈，就堪比你的臉皮子有多厚啊！就你坐在辦公室裡做3年、做5年、做10年，你也練不出來這個臉皮，你練不出來的。所以說，別再把你的希望寄託在我老闆給我漲500塊錢工資，我老闆給我漲1000塊錢工資，我下個月對吧吃頓海底撈，不要想這個了。從今天開始，你就發你的第一條朋友圈。你告訴所有人，你真的是在賣一個不錯的東西，自己在用的一個產品，哪怕你第一個月1毛錢都不賺，沒有關係。只要你開始站在一個賣貨的角度去看待這個社會的時候，那麼你的思維方式就已經開始裂變了，跟其他人都不一樣了，就開始有商人的眼光了。雖然說現在創業難度啊，在當下是非常大的，這個我也認可。這個我是非常認可的，但是啊，我其實挺希望大家伙折騰折騰，自媒體又沒什麼成本嘛，最多耽誤你點時間精力，多闖一闖，多去試一試，多折騰折騰，不要去害怕這些犯錯，不要害怕這些事情。如果你真的是害怕這些，那我問你，你現在工作嗎？現在幾月份？你現在熱不熱？是不是在工作？那我呢？我是不是找一個地方可以休閒自己，可以安心的度假？找一個非常安靜的地方，對吧？那我問各位，你羨慕這樣的生活嗎？如果說你羨慕的情況下，那麼你就不要害怕了，各位。你如果真的害怕，那你這輩子可能就沒戲了，真的是這樣。因為只有你不斷去嘗試了之後，你才能夠快速找到適合自己並且適合自己喜歡深耕的行業和自己的崗位，然後呢再進行去深耕做這件事。我一直覺得我的人生價值觀是什麼？人活在這個世上，其實大家都是亂活的，沒有規定，都是亂活、亂試、亂嘗試，因為沒有人會知道人活着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誰都解答不了，也不是說，對吧？你的未來會怎麼樣，也沒有人知道啊。也不是說誰能夠掌控你的生活，掌控不了，對吧？那既然這些都掌控不了，那我們大家都明白，那這個我活成什麼樣我都可以啊。空白的人生是給自己交答卷，我怎麼寫它都是正確的，對吧？那試錯成本是吧？那可能會有朋友跟我說，這個試錯成本它不需要了嗎？是不是有試錯成本？虧了怎麼辦？我跟各位講，我是貧民窟出來的孩子，我跟大家伙一樣，我甚至比大家家庭更難。這筆賬各位都算錯了，你們都被洗腦了，你算錯了。你聽我講哈，你好好的想一想，你在20歲的時候，如果說你沒有聽信那個試錯成本，你換工作，那麼你損失的代價是什麼？幾個月的房租，幾個月收入為零，最多了。那麼你可能到30歲的時候，你現在這個年紀了，你再想轉行，35歲，對吧？你可能連這個勇氣，說話的資格的勇氣都沒有了，因為你顧慮的太多了，上有老下有小，什麼都得你幹。所以說到那個時候，你只能放棄了，沒有任何考慮的餘氣了，對吧？這就讓我想起之前非常火的一句話，叫少年心氣乃不可再生之物嘛。所以說我發現大家好像都非常的喜歡把穩定當成自己的護身符，就跟帶個東西一樣，就穩定的護着自己。可是現在呢，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哪有什麼真正的穩定啊？你認為那些所謂厲害的公司，它不照樣也在倒閉嗎？所以說我們能做的是什麼？跟緊這個時代的步伐，跟緊自媒體的步伐，多去嘗試發展一下其他的生存技能。比如說自媒體啊，你看我現在悠閒的在度假，但是我也可以照樣做一個自媒體。那或者說我利用自己的業餘的時間去擺個小攤兒也可以啊，對吧？都可以。你只要去和不同的領域的人去交換這個認知，
那麼我的建議就是，大家把所有你感興趣的岗位，你全都去試一遍，多跟人去沟通啊。所有的岗位你只要不懂的就都去試一遍。那麼这樣呢，你就更加可以清楚的知道，那麼自己到底更清楚适合做哪一个行业，你更加感興趣，同時呢又能把这個行業做的是非常的好的啊。人只有在做自己非常擅長的事情的時候，才可以容易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饋。能夠得到正向的反饋了之後，你就會越努力拼了命的去做這件事，拼了命的做這件事之後，你就會得到一些更大的正向反饋，甚至可以積攢成你人生的第一桶金，第一筆財富就是這樣來的。然後呢，你就可以不斷的去做你這個正向反饋的事情，然後你的心情你的心態都是保持非常的愉悅的，都是一個高亢奮的狀態的時候，對吧？這就是你能夠在這個行業可持續的一個含義。而且呢，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一部分，但是呢，你最重要的是能夠找到你自己最擅長的那一部分。那如果說你不去嘗試的話，你怎麼知道你自己擅長哪一部分呢？你怎麼知道這個行業適合你或者不適合你呢？所以說，只有你真正的自己進入到這個行業裡邊去了解這個行業，那麼你才能夠真正的知道我到底是想要什麼的，我到底哪個行業適合我，對吧？所以說你根本就不需要糾結。所以說趁現在還年輕，25、6歲、27、8歲，不到30歲，我的建議是大家大膽的去嘗試一下，勇敢的去離職，多去嘗試一些不同的崗位。能清楚我說的離職是什麼意思了嗎？並不是說你們想象的辭職哈，多去嘗試一些崗位，你就會找到屬於自己的優缺點畢竟我們現在還都是年輕的，試錯成本說實話是非常低的每一個人的人生答案都是不同的，你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價值，對吧？那你看現在大家都在拼了命的上班，在這個非常忙的時代，我為什麼還能沉下心來讓自己找一個靜的度假區，找一個靜的地方去沉沉自己的心態？很簡單，人都在忙的時候，忙的人是幹什麼的？能夠在所有人都在忙的過程中清閒下來的人又是什麼樣的人？仔細考慮考慮我說的這個問題，就知道為什麼我會花如此的代價去來這種的休閒度假區，找到和我在同樣度假的人。如果說人沒有目的的話，是不會出現在任何一個地方。各位，為自己的人生喝彩，為自己的人生加油，每個人的人生都可以過得豐富多彩，只要你敢努力，財富就能向你靠近。